有一个传出的消息是说，也有几个欧洲国家是不是现在正在帮乌克兰打造核武呢？他说这2个国家分别是英国跟法国，美国其实是全程知情。乌克兰确实拥有核武的制造能力，其实它也不需要这个英法的按住。如果乌克兰有这个企图在暗中的在研发制造的话，那就刚好给俄国一个最好的正当性跟理由。直接用核武扑灭于你还没制造之前。一个经过核弹蹂躏的乌克兰，谁还要？没有人会要这块土地了。对，因为脏得不得了，毒得不得了，就没有人会要这块土地。所以我倒觉得这个是一个传言呢。川普说的，美方特使跟俄罗斯总统普丁的会谈，他说，还算可以啦，但是呢，乌克兰和平谈判的未来路径仍然是不明朗的。大家在看说，为什么到目前为止，这个美方的态度还是这么样的暧昧呢？我们来看到，那么在另外一方面，前线在外交上面是这个很不定的，但是在前线的打仗则是打得越来越猛。俄罗斯已经宣布了，正式的控制住重要的乌克兰的重镇红军城。那么现在可以看到，乌克兰方面出现了更多的逃兵，接近是30万人，民众宁愿割地也要换来和平。那乌克兰则是针对了这个俄罗斯的无人艇狂轰包括它的影子舰队的油轮。那这个时候，普丁也罕见震怒，发出的强烈警告，会彻底切断乌克兰它通往海洋的所有的道路，等于要把乌克兰变成一个内陆国家。敖德萨会不会成为下一个重要的大目标？将军怎么看？我觉得这个如果说是继续去打敖德萨是100%。我们现在看这个影子舰队被袭击的地方在哪里？就在黑海。那袭击影子舰队的无人艇从哪里出来？就是从敖德萨出来。这是第一个，我们眼前就看到的。第二个来讲的话，大家记不记得俄乌战争一开始的时候，俄罗斯就去打所谓的这种敖德萨，那时候目标就指向敖德萨哈。尤其是敖德萨前面有个岛叫蛇岛，我想这场战争如果关心俄乌战争的都还记得。那第三个我们讲一下哈，这个当初川普跟普京在阿拉斯加会谈的时候，普京那时候所提的条件就是说，叫乌军全部退出顿巴斯，虽然说还没打到那边，你全部要退出，那你如果全部退出，我可以答应你不继续打这个赫尔松。那你各位可以看一下地图，赫尔松在过去就哪里？就是敖德萨。那为什么敖德萨对俄罗斯这么重要？我们都知道这个。从这个俄乌战争期间我们看到从敖德萨这个港口出来的，在军事上面来讲的话，他用这个无人艇这个攻击了这个俄军在黑海。在克里米亚的黑海舰队，包括旗舰都是在这边被击沉的，包括克里米亚大桥在这边都是被攻击过好几次。那所以说，如果说是这个俄军来讲不能够控制住敖德萨来讲的话，对他黑海舰队是一个很大一个威胁。那他为了维持他在黑海舰队的海权他必须要将这个地方彻底消除黑海舰队的这种后患。所以我认为说是，当然现在来讲，如果说是28点的和平协议，目前双方还在谈判之中。但是我们听到就在昨天谈判结束之后，双方还在说这个虽然说是富有成效，但是极其艰难。那问题是关键就卡在这个地方。当然这个就泽伦斯基来讲，他不愿意当一个投降的总统，但是就普京来讲，他整个战争的目的不就是为了维护他这个整个俄罗斯的安全吗？那为了维持俄罗斯的安全他当然第一个是北约不可以加入乌克兰，但是在海权方面，大家不要忽略了，黑海是这个俄罗斯这个海上南边的海上交通线非常重要一个区域，而这个区域来讲有2个关键，一个是克里米亚，你看克里米亚这个岛在黑海中间就像是一颗心脏在黑海的中间。那另外如果说是克里米亚遭受到威胁，不就是敖德萨吗？所以我一直认为说是普京不是吃素的虽然说你看到他现在谈判条件没有提到敖德萨，但是我个人来讲，如果说从地缘战略从他们自己安全的理念来看，为了维持他在黑海的这个海权来讲的话，他一定要拿下敖德萨。那第二个来讲，拿下敖德萨之后，对于这个整个乌克兰来讲，将你打成一个内陆国，更可以消耗你的国力。好，这个是普丁目前他针对乌克兰的战略方向。那另外一方面呢，那普丁对于这个欧洲现在看他的态度又是什么呢？其实他最近也做出了针对欧洲做出的警告。他说，
跟欧洲说啊，我们不打算跟你们作战，但是如果你们想打俄罗斯，我们准备好了，战争会迅速的结束。那这一回听到这些话，现在欧洲也很紧张了，因为他们的实战经验是0，那么俄罗斯则是已经打战打了10年以上，克里米亚、叙利亚战争一直到乌克兰战争，都是这种职业的军队在打的。普丁这个时候语气非常的强哦，到底还藏了哪一些底牌？委员怎么看？欧洲加美国如果要论军队的人数，很抱歉都输俄罗斯。但是如果要用战机，只有美国才有。美国要不要下场？欧洲的战机平常讲跟俄罗斯战机比是没得比啊，因为主要是在数量差太多，还有弹药，整个欧洲的弹药加美国弹药都不如俄罗斯啊。那作战经验就更不用讲了，俄罗斯的军队现在已经全世界作战经验最丰富的，而且开启了最现代的作战的战术跟战略哈，尤其是无人机改变了，新科技改变了，这个俄罗斯都被迫应战也学会了，所以他现在是全世界最强的陆军，这一点不用怀疑。那空军啊，这个他可能会比较差一点，但是他有导弹，我不认为欧洲谈得到便宜。他这一句话就是说，你如果欧洲要下场的话，战争会迅速的结束。这里面有2个含义，你欧洲下场就让我有动用核武器的理由啊。第2个，那更让我有打无差别战争的理由。什么叫无差别战争？就是把整个城市烧掉啊！就像是美国当时在打东京大轰炸的时候，东京一个晚上死20万人，几乎就是比广岛跟长城死的人数还多。长期死的人数还多。那你要跟他玩这个游戏，他就是直截了当告诉你，如果你要下场，就针对德国来的。法国没有这么讲，英国也没这么讲，是这德国来的。那德国如果下场的话，将是会一场德国的浩劫。为什么？因为从普丁的立场来讲，对任何国家动用核武器都有道德跟法律上的问题。对，然后对德国进行攻击核武器，直接把德国铲除掉，符合什么？符合联合国宪章敌国条款。谁提了？中国提了。所以你德国自己不长眼睛，那个他的什么梅尔兹啊，还有国防部长还讲到呛下，你跟别人呛下都可以，你跟俄罗斯呛下就找死2个字。为什么？他有国际法合法性，可以彻底消灭德国。你美国还不敢吭声啊？你美国要下场吗？你要北约要结在一起死吗？我看其他国家不敢。所以他敢放狠话，因为他有底气，他有全世界最庞大的核子武器库。而且有全世界数1数2的这个轰炸平台，不要讲别的，它的波塞冬核子鱼雷到了你汉堡港，你汉堡港还活着吗？不可能活着的嘛。然后它的白天鹅轰炸机飞到你柏林上空，它的导弹到你柏林上空多久？12分钟。你挡都挡不住啊！它的真果树大家看到了嘛？你根本没办法拦截，所以你要不要试啊？真果树是可以装核子武器的对，你要不要试试看？所以用核子武器攻击德国，在国际法上是允许的不要忘记这些事情，敌国条款。就怪那个习近平没事干，就是教会普丁用这一招。很危险的，很危险的。好，一方面我们看到这个是来自于普丁他对于欧洲国家的警告，手握核子武器。那其实现在呢，也有一个传出的消息是说，网络巨头这一家是金达康，他传出说，也有几个欧洲国家是不是现在正在帮乌克兰打造核武呢？他说这2个国家分别是英国跟法国，而且他还说，美国其实是全程知情的，但是故意拖延谈判。乌克兰甚至已经准备要来试爆他的核弹了。那另外也有一个物理学家，这个是都柏林大学的物理学家也补刀说，乌克兰确实他现在保有数百公斤这种核武级的浓缩铀，有没有可能真的英法真的在按住乌克兰？可信度，赖老师怎么看？我个人认为这是一个核炸，是一个姿态乌克兰确实拥有核武的制造能力其实它也不需要这个英法的按住。因为过去在苏维埃的分工的情形下，乌东地区事实上就是俄国的这个核导弹的发展区也就是说，你看我们的这个大陆的这个辽宁号航母或者欧洲
铁牛的这种2栖登陆舰啊，就是我们讲的气垫船啊，还有就是大的这个航空器的引擎发动机，另外还有就是洲际的弹道导弹、中程导弹都是在乌东地区建造。也就是当时那个地方就是一个核武最大的一个区域，而且最早的时候，俄罗斯在乌克兰，因为乌克兰原来跟苏维埃它是同一个国家，它都是联盟的加盟共和国，所以事实上在那个地方也有很多核弹。那是在这个分裂以后做了一个交易，说克里米亚半岛以共和国的身份加入这个乌克兰联邦，然后换得这个乌克兰把这个核武交还给俄罗斯，有一部分给美国去销毁，是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事实上，乌克兰拥有这样的一个能力，确实是有的不需要英法的按住。我想这是第一个。因为第二个呢，英法你要到哪里去施暴，在乌克兰地方施暴没那么简单所以我觉得这个部分，然后你要用电脑模拟来施暴吗？这个也是值得商榷的。所以我个人认为这是一个讹诈，在警告威胁这个俄罗斯但是我觉得这样做会有缺点。第一个就是如果被证实说真的是英法有在按住，那英法等于是公然直接违反了这个核不扩散原则，这个对英法在国际上要被制裁的，这个是站不住，这是不对的。第二个，它会构成俄国用核弹去消灭攻击法国跟英国的战略城市的一个正当性。那第三个就是，如果乌克兰有这个企图在暗中的在研发制造的话，那就刚好给俄国一个最好的正当性跟理由。直接用核武扑灭于你还没制造之前，那也就是说你还没做出来之前，我就用核武把你炸了，一劳永逸嘛。那这样的话就是一个核战在欧洲的发生，一个经过核弹蹂躏的乌克兰，谁还要？没有人会要这块土地了。对，因为脏的不得了，毒的不得了，就没有人会要这块土地。所以我倒觉得这个是一个传言，这个也是一种心理战而已，一种诈术。那基本上来讲，没有一个国家敢这样做。好，谢谢赖老师。那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再回到环球大战线的节目现场，节目的最后一趴呢，我们来讨论就是俄乌的和平提案能否走向落幕？现在一个很关键，由美国提出的28点和平提案，现在浮出台面了。但这究竟是苦口良药，或者是糖衣炮弹？我们继续跟3位专家来探讨。首先，关于这份提案我们这个时间有限，我没有办法从第1条讲到28条告诉大家。但是几个关键核心呢，大家要知道，包括了乌克兰你要割地，面积呢是相当于台北市加新北市，我们说双北现在这个台湾人口居住最多，然后也是最发展的一个地方。第二，要限武，就是呢，不管是你的军事力量、武装人员，包括乌克兰设定的这个美方是美方设定的60万人，还是欧洲希望的80万人，总之就是大概这样的数量。那其次呢，就是最关键的北约这个组织还是没有办法让你乌克兰加入了。所以呢，想当然尔，这份提案是非常具有争议性的。那虽然美国总统川普说这不是最终版本，大家可以就这样的基础上，我们再来小修小改，再来彼此讨论一下。这样的谈判是川普最喜欢做的事情，但是一些国际观点认为与其说这份提案是帮乌克兰解决困境，还不如说是送给俄罗斯的许愿清单。大家知道圣诞节快到了嘛？里面非常多，大家觉得说为什么对俄罗斯让步这么多啊？那实在是令乌方难以咽下。那川普却不太满意，他认为说我都已经帮你到这个份上了，感觉现在基辅跟泽连斯基是有点不知感恩的但真的是这样吗？想问一下蔡委员，如果这一签下去，泽连斯基总统是不是上国陆权这个标签就变成他的历史定位了？泽连斯基已经不重要了，他什么角色也不重要，有没有上权，有没有辱国，一点重要性都没有了，因为他现在已经是一个破产公司的 CEO， 准备被扫地出门了，你还有什么意义呢？我跟各位讲，这28点和平协议其实就是一个样本。什么样本？破产公司不良资产处理协议。第一个，有3个块土地已经被法拍了顿涅斯克、卢甘斯克、克里米亚已经法拍了权利已经被拿走了一进入法拍程序，权利就没有了好，那其他的还有2个，赫尔松、第聂伯罗或者一部分扎波罗热，这正准备进入法拍程序
那为什么？因为你破产了。那再来，破产了以后要限制员工人数啊，所以你怎么可以有60万人，对不对？啊，那你破产公司，你还有什么经营公司的权利吗？那当然，出来执行这个破产公司的是债权人，是谁？美国债权人。美国呢，要把你的里面剩下的产值齐了以后，看能不能拿一点回去补偿他的债权损失，建立停损点。可是欧洲不是债权人，欧洲是股东，公司破产了，你继续注资不多，1000亿美元，这什么意思？欧洲你股东啊，你股权赔光，你还讲什么东西？你就拿钱出来，我是债权人，我要捞本回去，合不合理？合理。为什么？这个就是很标准的不良资产处理协议。至于你说啊，你这个 CEO 泽伦斯基，100天内请你滚蛋，你现在是清算人、看守人，爱不爱随你便哦。那你说哦，批评这个什么什么乌克兰割地，你地是我川普割的吗？早已经进入法拍程序了，你还在讲什么割不割地啊？那你说哎呀，都单方面是俄罗斯说啊，那好，我继续打，就在这个案子出来之前，这个美国的陆军部长啊，好像叫什么 Daniel Draco， 他上了一个报告给泽伦斯基，给那个川普，说现在乌克兰2个月以后只有2种结果，要么你有秩序投降，要么你全面崩溃。什么意思？有秩序投降就是重整完成破产程序。什么叫崩溃？啪嚓，由这个债权人随便挖，2种情形随便搬啊，这2种情形而已啊。这个是不是符合事实？是的。你现在乌克兰只有秩序投降跟全面崩溃，你溃败，你已经没有选择了。是，那你为什么把公司经营成这样子？问你这个伟大的 CEO 啊，然后更觉得这个跟以前的投降或者和平协议都不一样。和平协议开头都会讲说，我们基于安全啊，基于人权啊，基于什么，讲了一大堆，有没有啊？然后我们达成什么样的协议啊，等等等等啊，这没有，一开始就直接就这不良资产怎么处理，这一块你的。这一块我的，俄罗斯你那3000亿，1000亿拿出来给乌西重建，然后股东欧洲再来1000亿，然后剩下2000亿，俄罗斯要重整要重建乌东，那这个钱还有我美国要分一半，就这么简单。为什么？我重整人啦，我重整人，我要把我的投下去的钱给捞一部分回来啊！当然不可能完全捞回来，他讲那些矿产都是骗人的了哈。但是不管如何，你这互相吵来吵去，凭良心讲，就有个破产公司，泽伦斯基毫无选择的空间。是，哇，蔡委员用这个破产清算程序啊，来描述现在俄乌的处境，还有乌克兰跟泽伦斯基能够处理的方式，非常的生动。刚刚提到，感觉是非常被动，只能掏钱出来这些股东的欧洲国家，他们当然听到这28点也是一懵啊！感觉我现在话语权越来越低啊，除了继续往里面投钱跟军援的价值之外，我好像真的不能说什么话了。所以这份提案呢，这个法国、英国跟德国第一时间是拒绝了部分的要素，并且提出了改版。他们认为呢，这个原始提案给俄罗斯太多好处了。好，乌克兰要被限制军力，俄罗斯却受到不对等的对峙啊！战斗民族如果持续的往东扩呢，那我北约的这个心腹大患一直这个问题没有得到治本的保障。所以杨老师你怎么解读现在欧盟的作为，还有他们要求，美国你不让乌克兰加入北约，但我们做一个类似北约第5条款的安全保障，来形成这个共同防御命运共同体的这个可行性，真的有吗？法律上我觉得不可能。法律上，目前的28点里面其实是有谈到，如果俄罗斯攻打乌克兰，将会遭受到其他所有相关各国协调的军事反应。也就是说各国会采取军事的反击，但这没有任何法律上的承诺，而且我也不了解这个协调的军事反应是什么意思所以很模糊。蔡委员刚才用这种不良债权的处理，我觉得这个很现代性，蛮有趣味理解的。我从另外一个角度，因为对欧洲人他们真的就是回到过去，整个19世纪那种国界领土的更改，不就是一个一个都是这样子的案例吗？从梅特涅到俾斯麦到一次大战，从
波兰被瓜分，德国丧失领土，然后呢，整个乌克兰一直都是整个东欧到中欧就是这样子不断的往往返返，每一个条约、每一个领土的重建，大概都类似，那跑不掉的，因为你输了就是输了，被占领了。现在这是这个28年里面有3个大重点：第一个领土，第二个安全，第三个债务跟削减制裁啊，以及相关的这个投资问题。领土的问题，你这边讲用台北加新北，他们在欧洲不知道台北跟新北加的是多少。卢森堡，好像卢森堡就是卢森堡。对，因为其实顿内刺客没有完全被俄军占领，他要整体的顿内刺客，但是他也放了一些出来，所以整个加减之后大概2500平方公里，所以领土。但问题是，整个乌东大概乌克兰的1/2，尤其这里面是富藏了煤矿、稀土、工业基础都在这边，所以领土代表了很多的意涵。那当然，这也是乌东俄罗斯语主要集中的地区。那第二个就讲安全，这里面尤其我们今天的问题是安全的问题。你只能有60万，不过现在《纽约时报》说，目前乌克兰的军队只剩80万，60万 OK。你不可以加入北约，北约也要明确拒绝乌克兰加入。还记得2008年北约的高峰会邀请乌克兰加入吗？我就要问了，说好的乌克兰有事，北约有事呢？从过去一直以来将近20年，美国跟北约不断地鼓动乌克兰做我的代理人，我让你加入欧盟，我让你加入北约，我保障你安全。就乌克兰被打鸡血一样，把自己合法的总统亚努科维奇给拉下来，搞得国家四分五裂，发生战争。最后呢，他是给你很多的经济军事援助，但是你怎么在战场上传统武力打得过俄罗斯呢？结果现在被占领了，你面临到再一次19世纪领土丧失的这样一个重演，跑不掉的了。只不过是细微的调整，只不过是时间的调整。至于说你还想要类似北约第5条的安全保障，白宫就会说，那你们去跟他第5条啊，美国这边不会跟他第5条嘞。那欧洲这边做得到吗？当然做不到了。所以这也是一个死局哈。那经济学人呢，同样跟杨老师一样，不看好这份和平计划，并且他们是用尖锐的语气示警，说这28个提案一旦落地的话，可能会造成乌克兰更加的脆弱，欧洲的更加分裂，美国也不安全。那么当中唯一的获利者就是俄罗斯了。普利兹新闻奖的得奖作者弗里曼，他甚至形容这简直就是现代版的慕尼黑协定啊。那如果这份方案真的落地，未来的5年到10年，我都不知道观众朋友要怎么想象这个欧洲版图可能会变成什么样子，国跟国的那个边界可能要改变了，世界地图要改。好，那攻打乌克兰事件之后，普丁如果真的这么轻松就下台，然后致谢下台一鞠躬，然后获得这么多好处，是不是给了他一张合法化的侵略通行证？舰长，你的看法？我们来讲到说这个傅里曼讲的这个有关于慕尼黑协定的部分啊，其实就是1938年所有的列强通通同意了德国兼并这个苏台德地的这个部分啊。那但是现在呢，好像是英国、法国以及德国突然有了那个他的正义感，说要帮这个乌克兰出头啊，但是可能吗？那个他能提供乌克兰什么呢？你当初德国说好的金牛座巡弋飞弹呢？你先给嘛。那但是我们想到说啊，其实刚刚讲到有关于是不是俄罗斯未来会向西扩张的部分啊？我们先看看，从那个1994年布达佩斯安全保证备忘录完成之后，真正不断东扩的是北约啊。那俄罗斯从来就没有往西边走过啊，所以其实现在有很多的智库以及专家在讲说，真正的攻击性的这一个国际组织反而是北约。那俄罗斯还有这个底气吗？如果他有这个底气的话，我们看看战场上就好了。T-72的这种老旧的主战车都被拉到第一线了，那代表什么？代表他的所有的装备几乎都已经要进出了嘛。那
至于说未来是什么，我们就看现在了。我们看到这个库皮扬斯克的部分了，库皮扬斯克几乎等于也要即将陷落。那当然，大家就讲说，小舰长，你讲了1年多的红军城，对，红军城现在被围了怎么样？红军城已经几乎完全陷落，没有陷落的只有一点点地区而已。那但是现在说要割地啊，那其实这个割地，其实这个问题回头就要问泽伦斯基。今天俄乌战场的最前线，我们带观众朋友来关心哦。这个川普他已经祭出停火，现在正式进入最后倒数3天。但是我们看到，不管是俄罗斯、乌克兰持续的猛攻，俄罗斯呢，它出动了3000公斤的炸弹来狂轰，包括了南线的赫尔松桥也断了。接下来在其他的外交上面，中印则是狂买俄罗斯的石油。川普说了。好，那这样下去，我们就刺激关税达到500%，能不能让这些国家停止买俄罗斯的石油呢？等一下我们都会一起的来做关心。先来看到最新进度是，俄罗斯这一次出动了他们高达300公斤的 FAB-3000航空炸弹，直接击中在乌克兰的这个独立山地突击旅的指挥部之外，包括了北约的军官也当场团灭哦，在第聂伯罗的地方，在一整晚这边都可以感受到，真的是天摇地动。再来，在南线，俄罗斯的炮火重击在乌克兰南部的赫尔松地区，而且这边有一个连接住宅跟市中心的重要桥梁，我们看到画面，这个桥梁的中间就直接这样子破了一个大洞哦。另外呢，在白俄罗斯，现在根据当地居民的说法，已经可以看到路上有非常多的装甲跟运兵车现身，而且车顶上这些车子的车顶上还有这种无人机架，甚至在士兵的手上，他们还可以看到有红色的标章。他们说，这代表说俄军是即将要正式在进驻到这个地区了吗？在乌克兰呢，乌克兰也持续的做猛攻哦。乌克兰的特种部队同样在赫尔松这边来打击俄军，那么同样的是打击到了俄罗斯15名的俄军，因此丧命哦。真的是在前线步步进逼。另外一方面，乌克兰的内部现在爆发了贪腐弊案，被查获呢有一起案子是有关于无人机是干扰设备采购的一个弊案，1名现任的国会议员还有2名地方官员都遭到逮捕。另外，在德国这边有最新消息说，包括了泽伦斯基自己的亲信啊，现在针对在德国的资产也都被做调查当中，所以泽伦斯基他现在真的可以说是内外交迫。我们先来关心的是，俄军在这个时候攻击到刚刚提到的这个桥梁，赫尔松的桥梁。有人说这样子的攻击代表说这背后接下来会有一个更大的攻势，还是这只是一时的一个战略的策略而已呢？那再来就是乌克兰的前线到底还能够撑多久？华干哥怎么解读？哦，你看哈，FAB-3000什么意思？就是3000公斤，3吨。这个炸弹真的是非常大哈，所以说俄军使用 FAB-3000哦，那一定是要去专门对付重要的那个目标，所以他竟然击中了乌克兰第128独立山地突击旅的旅指挥部。哎，我先跟各位讲啊，128独立山地突击旅是乌克兰最精锐的部队，所以他的前线指挥所里面装着的不只是他们乌克兰精锐的军官，还包括北约的教官。可是北约教官是秘密，北约教官到底有多少人派驻在哪里，一定是秘密。为什么？第一个，防俄罗斯；第二个，只有英国跟法国的指挥部和德国，他们才会知道北约军官派到哪里去协助谁。所以这是很机密的。俄罗斯已经知道了，所以为什么用 FAB-3000去攻？FAB-3000就像我们上次讲说，在伊朗不是丢了 GBU-57钻地弹吗？这个炸弹跟那个炸弹差不多一样大，3吨3000公斤呢，非常巨大，一架飞机只能够载2颗啊，因为这个炸弹实在太大了。它本来是普通的铁壳炸弹，没有导引的，就丢下去之后就听天由命了，不知道打得中打不中。那最近当然是有经过就有进步了，就加装了什么？就是 GPS 套件，让它不再是那么样的原始的铁壳炸弹。这方面呢，其实俄罗斯在急起直追当中。可是这次这个战果让我们很惊讶，就是说你真正击中了旅指挥部吗？
你真的打中了这么高价值的目标吗？因为他的目标重要的是在里面有很多精英，是乌军的精英以及外国支援的这些顾问，这是非常重要的。这些人要是牺牲的话，听说阵亡20个人，指挥所里面阵亡者最小、官阶最低的，一定是从上尉以上。上尉以上就是他等于是说非常重要的干部就对了。其实大部分都是校级军官。如果这些人被消灭一半的话，那你这个旅还怎么样打仗？这是我们看的重点，所以这非常重要。然后他又用 FAB-3000去攻击了赫尔松，赫尔松是前线，为什么？因为那个桥，如果你炸，你看他照片上面炸了一个大洞，对，那剩下的军车跟民车只能够绕道而行，就变得很不方便。为什么？通常你在桥上的时速大约是60公里左右，你现在慢下来，龟速只剩下20公里。你要运什么东西都变不方便，所以它的战略目的已经达到了。我的感觉就是说，俄罗斯现在最近用这种重磅炸弹、重型炸弹取得这些战果不容易，而且如果赫尔松它跟这个就市区跟郊区的联系已经没有那么就是没有那么容易的话，就代表什么？可能是秋季的大攻势要特别展开。可是8月8号的期限已经到了啊，对，难道普丁你真的完全不理会川普的警告吗？我看这个发展很可能会让西方大吃一惊，可能到了这个冬天，战事还是仍然持续，也不无可能。好，所以我们看到，即使在川普的警告下，现在俄罗斯持续的加强攻势哦，而且刚刚提到，不管是这个滑翔炸弹或者3000公斤的炸弹直接拿出来，这对于乌克兰的前线到底有多大冲击，还能够撑多久？请教大使。再来就是说，那泽伦斯基现在陷入在，包括他整个亲信跟团队陷入贪污疑云，接下来对于乌克兰整体有什么样的影响？其实乌克兰这个政府啊，在战前他就是被公认全世界最贪腐的政府之一。非常严重。可是呢，很奇怪，这个泽伦斯基上台以后呢，尤其俄乌战争开始以后啊，贪污的事情报道就比较少了。难道真的贪污比较少吗？我告诉你啊，这个叫什么？这个天下越乱，贪污的机会越多。什么时候乱？战争最乱。所以战争初期还有一些怎么搞的，而且很多各国援给乌克兰的武器都跑到国际军武市场去了。尤其那种小型的个人装置哇，在网站上人家这个美军说，奇怪，我不是给乌克兰的，结果怎么就没有了？还有美国也曾经超级怀疑说，战场的炸弹都用的这么快的吗？你到底有没有用啊？还是说你这边收了以后，战场这边分一份，自己拿去黑市去卖一份？你知道那个105公里的那个榴弹炮变成很抢手。而且当时有美国人也在算说，看起来好像给了100颗，事实上打到50颗都不足呢。那另外50颗跑哪里去？还说又用完了。所以这里面传言就很多。可是越战争越吃紧，我的观察就说，乌克兰政府的这个贪污的情况越来越少，它不是少，是报道越来越少。那你就可以知道，其实。我们讲西方的媒体也好其实还是被他的政治机构完全操控，所以现在又多出来很多他贪腐的消息是什么？我就在怀疑说是不是西方政府已经要搞这个泽伦斯基了？这些贪腐的案件一弄，乌克兰的老百姓还会对泽伦斯基满意吗？民怨沸腾。那所以这些报道越来越多。院子越多，我的反应就变成，我认为，可能美国已经在找，美国跟西方、欧洲已经在找，将来谁要替代泽伦斯基？因为泽伦斯基这种目前的这个态度来讲，对美国、对欧洲也不利。美国、欧洲是玩假的，叫你打，你给我真的这样一直打到最后，我的钱都给你花光了。那你该可以谈的时候，你就要谈。那你又不谈的话，那不谈我就换人。所以呢，我觉得这些贪腐的这些报道应该都跟西方在运作让泽伦斯基交出政权这个目标可能有关联。好，所以我们看到西方现在不仅是对俄罗斯施压，也对泽伦斯基有现在持续的施压。那其实我们也要来看到，他现在也针对俄罗斯的施压，还包括了这些买俄罗斯石油的国家，不管是提到的印度或者是中国大陆，其实呢，
川普这边都有在说，不准他们再去买俄罗斯的石油，不然会对其他的国家课征高达500%的次级关税。那大陆外交部最新也出来呛瞎，说不接受施压。到底川普有没有可能真的课500%的关税下去？上次哥怎么看？500%关税这是什么概念啊？当然原先就是他就要施压俄罗斯啦。因为俄乌战争从战争都没有断，更严重。可是对于美国川普的角色，就是他过去放言，只要他出面，俄乌就是走向和平。现在看起来遥遥无期，这个东西打脸川普是一个根本性的打脸。所以你现在施压俄罗斯，普丁连理都不理你，他所以转而施压跟俄罗斯有关的。因为众所皆知，俄罗斯现在在国际制裁之下当中，他现在还可以活得很好，主要就是他的能源都有人买，而且这个当中为他带来很多的外汇啊，他才能够真的目前整个包括整个军事的这些钱还能够有，都主要来自于卖这些能源的钱，所以这个因果关系其实还是来自于此。当然，我们再来看一下，还是川普啦，一切都是川普。川普现在，因为他现在对于关税谈判了那么多，爽歪歪啊，他真的用上头了。对于包括先前泰国跟柬埔寨，他都觉得是他丢出恐吓两国，两国就乖乖停战。我觉得川普现在沉溺在这个，他觉得一切关税的这个大棒子拿起来，大家全部都下跪。可这个真的是一个巨大的错觉。首先，我觉得现在他这个500%的这件事情，他挑战的其实就是刚刚讲中国大陆挑战印度，因为这是两个就买最多的，其他小国也在买，这个姑且不论。可是于是就慢慢，我认为如果川普越来越多这样子的话，不要说是狼来了。因为一言九鼎还是一个国际政治领袖很重要的。你再这么喊，再这么说，慢慢的在国际政治上当没有人理你。其实我觉得很大的关键还是包括关税这件事情，现在好像谈了8月1号开始实施，跟陆陆续续。可是因为众所皆知，现在经济学家统计，关税真的影响，其实是对于美国自己的影响要3个月后才能够体现。因为这些关税你不是赚很多钱啊，这些最后都转嫁到美国的厂商跟着美国的民众。3个月后，关税这件事情是美国赚钱还是美国崩溃？现在众所皆知，现在 FED 已经确定，基本上9月甚至今年年底都不会降息了，因为关税的变化波动，目前来指 FED 认为现在没有办法判断，这个其实跟川普是很大的拉扯。所以500%真的有用吗？你能现在这些25%、20%、19%这些东西，可能都还要伤到你自己，3个月后就可以看到了。所以这个东西，这些叫嚣是没有任何意义的。好，谢谢上次哥。就在昨天晚上，在川普在联合国大会的最新发言，川普突然间大翻脸了。在俄乌战争上面，他已经表态支持北约来击落俄罗斯的军机。在此刻，乌克兰也说呢，赶快来做反攻吧，喊的就是在这个关键时刻要做出决定了。我们今天一起来关心，不管是在政治面，还有在俄乌战争的最前线战况。今天的3个火线话题，我们要来关心刚刚提到的川普在联大大翻盘，为什么他突然间落下狠话了呢？针对普丁，他说他要挺北约来击落俄罗斯的军机，原因为何？他真能帮助乌克兰？他说的要打回战前的边界吗？有这么的容易吗？第二件事情，现在俄乌战场的第一线状况，俄军已经狂压了库皮扬斯克，在这当地超过65%的建筑都已经失守了，包括这个俄罗斯也针对无人机使用的是无人机来断了乌克兰的补给线。那么今天要关心乌军的东北防线也要崩溃了吗？最后会来关心川普再喊出要祭出的关税核弹，唱衰说这个俄罗斯的经济已经崩盘了，下一步要来修理的就是中国跟印度，因为他们不断的跟俄罗斯买石油，他真的敢开刀吗？等一下3个问题我们都会一次的来做关注。赶快来看到就是在昨天晚上9月23号，美国总统川普他的发言，他说北约成员国是有权力来击落侵犯领空的俄罗斯的战机的，主要就是要回应说俄罗斯战机这近期频频的对波兰跟爱沙尼亚的领空做的强烈回击。那么川普也在场边会晤了泽伦斯基，火速在他的自家平台真实社群上面，他说了，这一场俄乌战争已经打了3年半的消耗战，俄罗斯经济已经陷入了严峻的困境，这个时候就是乌克兰你最好的一个反攻的关键时刻了，也开始激励这个乌克兰赶快去做攻击吧。只要有时间与耐心，川普说，再加上有北约的财政支持，那么恢复战争爆发前的边界
并非不可能。节目一开始，请苑老师来带我们看为什么川普在这个时候突然间大力挺北约、大翻脸。真的，他说的如果可以帮助乌克兰打回到战前的边际吗？苑老师怎么看？川普啊的这个观点呢，是真的像小孩子一样，这个言犹在耳啊。大家还看到那个在阿拉斯加的时候，那个普京啊跟那个川普两个人啊，还在这手拉手啊，谈得非常好啊，而且的话呢，好到什么程度啊？还到这个川普啊要普京啊进了他的那个猛兽那个车子啊，普京自己是有很好的车子啊，但是呢就关系非常好，在里面谈了什么也不知道。川普这个做法上来讲啊，其实啊，他足以证明啊，我在这个节目讲过，这个他跟普京的智商啊，普京智商大概160，他刚好除以2，80啊。你大家了解一件事情啊，你首先第一个啊，说俄国的无人机跑到波兰，跑到爱沙尼亚啊，然后呢传给美国知道什么目的啊？根本就是故意的嘛，目的什么呢？要你北约启动第5条，美国的战机从德国起飞，直接把他俄罗斯的无人机打下来，这才有意义啊！否则的话，你叫他自己打下来，你北约那些爱沙尼亚、波兰小国哪里敢打叫俄罗斯的飞机？那不开玩笑吗？他怕得要死。我在欧洲住了10几年，这个波罗的海三小国本来就是非常恨俄罗斯，又很怕俄罗斯人。那另外的话呢，大家才还记得原来的话呢，泽连斯基感觉到都没有人理他了，快完蛋了。牺牲了180万人，在这种情况之下，他能撑多久不知道。俄罗斯看得非常明白啊！俄罗斯借这个机会的话，大家要知道，你要谈判要上桌，一定要在战前的实力啊！大家都知道，凡是你在这个战场上得不到的，你休想在谈判桌上得到。那普丁这个人是大家知道他是 KGB 的头子啊，普丁这个人是非常非常厉害。他跟川普见面的时候还讲了英文啊 ，Next time in Moscow， 大家还记得吗？普丁根本就是耍他，川普得意了个没几天，搞得不行。现在回过头来就跟泽连斯基讲说，你有希望你打，然后里面加了一句话啊，虽然北约出钱啊，但是我们基本上，那你美国角色在哪里？没有，他们这么指望你美国做什么事？你啥事都不想做，还要乌克兰打反攻成功。这个说句良心话，这好像跟台湾当年反攻大陆一样啊，感觉上好像就一件很难做的事，几乎不可能的事情。你现在要这种重新燃起希望，乌克兰的牺牲非常大。那川普本身认为这种牺牲不值得，那既然是不值得的话，你应该你对于这个俄乌之间冲突，你要维持一致性，你要帮助这个俄罗斯，你就帮助到底。你现在变来变去，他变了几回了？我觉得至少变2回。俄罗斯根本不怕你经济制裁。现在中俄朝在93阅兵的时候展现出来无比的合作的精神，那就是针对美国来的嘛。而且最难过的是，这3个人川普都说是好朋友，结果后来讲什么都不跟他讲。觉得很没面子。确实哦，现在剧情又出现反转，就是川普不断的在联合国大会上面拱火，要乌克兰说趁这个时候赶快来反攻，赶快来进攻吧。那也刚刚岳老师提到了，不管是美国他自己角色是不会加入的，那他拱火的包括了欧洲跟这个乌克兰，要他们赶快有所动作吧。但是我们来看到战场的第一线状况，现在对乌克兰极为不利，尤其是乌东地区是否要失守了呢？等一下请干哥来带我们看。我们先来看到现在战场第一线的战况哦。川普虽然说乌克兰啊，这是你反攻的良机，但是我们看到9月23号来自于俄罗斯国防部最新的宣布，俄罗斯正在夺取哈尔科夫州的库皮扬斯克，并且在部分地区早就已经包围住乌军了，计划从多点齐进来全面压向哈尔科夫的东部。我们请导播来 take 一下这张下面的地图，这个文字下面的这张地图哦。库皮扬斯克目前根据俄方的这个称，他说已经拿下了65%的建筑物，并且他会在做进一步的军事行动。如果库皮扬斯克一旦沦陷，那么乌东的防线恐怕就会被撕开了。这个是普丁在战术上面的升级，这个是第一点。第二点的事情是，他现在靠的就是无人机攻击，并且提升他的无人机战术，已经推进到前方的战线、前线的后方20英里，专打的就是乌克兰的补给线跟它的轮调路线。换句话说，把它的粮食给完全的切断，要断了它的生路。现在看乌东防线会不会全面崩溃？干哥怎么看？对啊，其实他这个做法很简单，普丁他就是想用什么？想用拉长补给线的消耗战，啊，这一点其实非常重要。为什么？因为你正面冲突，老实讲，我们现在都用 FPV 无人机啊，在互轰。那实际上，老实讲一句，对于
补给跟这个就是说民生用品啊，就是军队的用品需求比较大的，当然是乌克兰军嘛。所以说现在干脆我们把战线拉长，而且我打的是哪里？你知道？我打的是卡尔可夫那边的叫做什么库皮扬斯克。库皮扬斯克是卡尔可夫州的一个重镇哦，但是呢，卡尔可夫并不在那个4个州里面，大家记得吗？就是说乌东的顿涅茨克啊，然后这个卢甘斯克、扎波罗热、赫尔松啊，不在我们常常提到的那4个州里面。为什么？因为卡尔可夫州里面的俄军早就已经撤了，是，也就是说他们没有要占卡尔可夫这个地方。就现在突然干嘛？突然已经听说了，已经占了卡尔可夫超过65%的建筑物打进了库皮扬斯克，那你就会觉得说，因为库皮扬斯克老实讲在乌东是非常重要的据点，可是俄军的战略并没有说要打到这个地方来，因为他光是那底下那4州，就是那个4个州，他们就已经在2022年的那个战略部署里面放在所有的那个指挥方针里，哦，所以卡尔可夫并不是那个时候的重点。结果现在打到这边来，那你乌克兰你是不是更要分兵去做？对，当然我们知道前线上面有一些战报哈，就说哦，那个乌克兰哦一直用海王星巡弋飞弹哦，然后每天晚上哈都会发1枚2枚出来去打谁？去打俄罗斯的防空飞弹基地啊，这样，然后有时候被俄罗斯击落，有时候不会，那就形成了一种拉锯战。啊，但那个拉锯战其实对战情的影响不太大啊。那所以现在我们来看的是什么？现在我们来看就是很简单，你的无人机攻击半径已经到了前线啊的后方约20英里了。所以乌克兰的补给，我们又再讲一遍，去年是怎么度过的？去年的冬季怎么度过了？美国老大哥今天大力来帮忙，请德国送粮食来。那你现在怎么样？你现在如果说你要再过一个冬季，那就打到第4年了，这有没有可能？我们不能排除嘛。可是我可以告诉你，乌克兰在今年的冬季要再继续坚守阵地的可能性不大。为什么？因为它被慢慢前行包围的态势已经产生了。所以我认为，泽伦斯基他现在一定要想办法说，我们才刚刚谈过，川普老大哥。我们该想个办法，可不可以今年年底之前把这场战争结束？要不然的话，乌克兰我看他连最后重建的最基本的国力都要荡然无存了。对，好，所以我们看到整体战线现在其实是对于俄罗斯有利的。川普看在眼里，想说，如果在战线上无法有所突破，能不能靠经济战、关税战来对俄罗斯展开制裁，到底有没有效用呢？所以他最新也提出了这个，同样是在昨天晚上的联合国大会上，川普说的，如果俄罗斯接下来还是不愿意谈判，那么美国已经准备好强而有力的关税制裁措施了。他首先第一个点名了中国大陆跟印度持续的买俄罗斯的石油，应该要对他们祭出制裁。第二点事情是，他也要求了欧洲盟友必须跟美国一致啊，不能再买俄罗斯的油气了，否则我们大家都是在浪费时间。川普也在社群上面特别发文痛批说，俄罗斯自己的经济遭受了这么严厉的压力，几乎崩盘了。俄罗斯当地的居民他说呢，已经逐渐的了解战争的真相，也就是说，俄罗斯拿资金都去打仗了，现在人民连购买汽油都要排队。他则是形容乌克兰现在是越挫越勇，真的是这样吗？俄罗斯经济真的有如川普说的这么的惨吗？川普接下来会不会也对中印来点手下手呢？聂老师怎么看？OK， 刚才我们叶老师不是讲到川普的智商只有除以280，但其实在我的眼中，川普是极度聪明啊、智慧啊，可他犯了一个大错误，他太自以为信，他狂妄自信到自我感觉良好到极度，所有的东西他认为他说了就算，他好像能够预测所有人的心，他认为他想的东西就是大家想的。刚好都错。其实这全世界大家都看得很清楚，因为川普的种种作为，就是因为美国的霸权存在，他的霸道盛行，而且去霸凌别人的时候，没有人真的反击，很多人都敢怒不敢言，都看在心里。所以我们也很清楚知道，他的话你就听就好。不过这里面有多少有几分真实啦？俄罗斯的经济好不好？的确不好。当然，他都会把事情讲得非常严重。那俄罗斯经济不好非常清楚嘛。第一个，他要打仗，他军事的费用要一直的增加，所以他的确花了不少钱，而且
因为俄乌战争它这个打起来之后，国际真的对它的制裁，不只是美方，美方也用它的力量，这种西方给它了非常多的制约，从北溪要切断等等到现在。也因此，它造成了非常大的叫结构性的破坏，也造成它的金流的流动性的问题，所以这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就是它的经济真的是不好。那它现在 GDP 很奇怪，去年说有200兆卢布的 GDP， 国际间一报说还有4.1的经济成长，我相信我们大家都听过。这个东西是真，但是其实也是军工产业产生的。因为我们讲 national defense， 就是国防力量可以让 GDP 冲高，就像我们今年3.32% 的 GDP， 我们今年冲了9000多亿。讲不好听，我们讲台湾呐，这时候我们 GDP 也会增加。你看我们 GDP 也增加很多，到2030年，我们还要到1兆5000亿，那时候我们的这个 GDP 可能会30兆。这时候我们用在5%，要提升到5%。我们答应了美国1到5%，我跟你讲1兆5000亿。请问一下，我们的国家的整个这个税务预算有多少？这是一个严重问题，大家要思考。也就是我要讲是，它经济真的受问题，但是有没有那么严重？不会，因为俄罗斯为什么不和平？就是因为他知道他还必须要打到他真正完全胜利，因为他知道他亦步亦趋，已经差不多就是胜利。川普讲的东西都没有，不用去听，听听就好。那我现在要讲一个说，对中印到底会不会出手？因为你刚刚讲的一个关税，我先请问一下，他关税要怎么打？怎么制裁俄罗斯？不可能嘛，因为他根本几乎快没有贸易了。而且讲不好听一点，就算俄罗斯有一部分盈余，也不会是让美国产生赤字的这个所谓的 big seller 卖你东西的国家。美国哪有这个所谓的赤字国，哪有什么俄国？但是他是要用间接的，对不对？他谈的就是人员。所以川普啊，这个国家利益让他顾，他也顾自己利益。但这个时候，你会发现，美国很喜欢用霸道盛行，也就是当时在北溪要切断以后，他说你天然气、石油来向我买，连那个法国的马克龙不是都很不爽，说哇向你买可以啊，就发觉很贵。那时候是拜登，对不对？美国就这样子嘛，你是欺负小老弟。现在川普做的更严重，他说你们都不要向他买。那我跟你讲俄罗斯在这样做，我会要求中国、印度也不要向他买，要不然我用关税制裁中国、印度。重点就是当那些国家没有筹码的时候，你要怎么做都可以。但现在我们知道，中国它以牙还牙，奉陪到底；印度呢，它有它的问底气，讲不好听的，而且俄罗斯在时候也在私下买通它，甚至在军事武器上让它的这个航空能够自主研发。请问一下，印度完全要听你川普吗？也就是说，他完全怕你这个关税吗？甚至啊，你关税加高了以后，对美国将来自己的不利、自己的通膨，以及当你制造业回流之后，你将来不是逼个班，你买不了东西，你的关税高，伤到自己。所以我觉得川普的东西听听就好。也就是说，川普很聪明，做生意很聪明，他就谈判技巧很聪明，做房地产很聪明。重点在他这个人在经济学的基础是非常差的。虽然他的温斯库读了一个经济理论，一个大学出来，他根本我想他的经济全忘了啦。所以他的整个那个经济学理的基本推敲，我们讲这经济学理用一些假设基础，还要推未来，他的 forecasting 的未来全部是他自己的想象。他不知道真正市场中有非常多变数会联动到最后的未来。如果以我来推的话，我会发觉，他所讲的东西跟我想要做的那种生命线推论完全会不 match， 你知道吗？这就是川普在做生意聪明，可是他在经济学太差，因此他在世界上。我们讲美国最大，他在领导国际间，他所做的这个方向动作呢，的确我们越想越好笑，只能用笑来称这个偶像川地，对不对？